你是彻底昏了头脑。那柳如烟是什么出身？不过是府里的烧火丫头，无父无母，无根无凭。我杨家世代清白营生，深耕仕途，积攒百年清誉，名门声望，岂能容一个丫头登上主母之位？放着名门贵女不娶，偏偏要派一个卑贱丫鬟做正妻，只是要把杨家百年脸面彻底踩碎。不错，二哥所言句句属实。咱们杨家虽不是京中顶级门阀，却也是青宁县数一数二的望族，世代联姻，皆是门当户对的书香世家，官宦门第。婚姻大事从来都是关乎家族兴衰、门楣颜面的重中重，容不得半分儿戏。至总规矩要娶个家族族体面于何地？一个无依无靠的，骤然得此抬举，定然野心勃勃。今日能哄得你娶她，来日便能搅乱后宅，祸乱家业，直接将这柳如烟赶出杨府，永不再用，彻底断了你的念想，免得她继续蛊惑你，毁了你的前程，毁了整个杨家。诸位长辈此言差矣，晚辈从未被情爱蒙蔽心智，反而看得无比通透。诸位长辈诟病如烟出身卑微，可出身从来不是评判一个人的唯一标准。如烟入府数载，勤恳踏实，安分守己，身居低位却从不谄媚攀附，境遇卑微却始终心善纯粹。府中大小杂役琐碎事务，他事事尽心，从不推诿，待人处事温和宽厚，不惹是非，不妒不怨。这般品性德行，远超许多仗着家世横行霸道的世家子弟。我瑶瑶巧言诡辩，而是世代良善稳帝尊，诚信立业，厚德传家的本心。门当户对，从来不是家世匹配，而是心性相当，三观相合。我要娶的是相守一生的妻子，不是用来联姻谋利、装点门面的工具。我所求的是一个真心待我、品行端正、温柔坚韧的良人，而非一个空有家世却无心相知的贵女。纵然她品行尚可出身是一辈子都。此事传扬出去，杨家颜面尽失。颜面从来不是靠压榨他人、拘泥门第换来的，而是靠自身立身端正、行事坦荡挣来的。若我杨家的百年清誉竟容不下一个品行端正的苦命女子，这般虚浮的颜面，不要也罢。如烟心性纯粹、坚韧通透，历经苦难却依旧心怀善意，这般本心千金难换。她或许无显赫家世，无满腹才华，却有最端正的德性、最通透的格局、最安稳的本性，配得上杨家主母之位。今日我将话放在这里，此生我杨子涵非柳玉面不娶。好了，都不必再争了。婚嫁是子涵自己的终生托付，他心性成熟，行事稳重，并非于懵懂轻狂之人。既有这般笃定心意，必有自己的考量。既然子涵心意已决，我便不再阻拦。凭什么是他？我守了7年，7年竟被一个烧火丫头抢走了，我哪里比不上他？不行，去找奶奶。奶奶，表哥他要娶别人了。委屈了。我在府里7年，我一直听话，我以为将来娶妻娶的不是规矩，不是出身，不是谁更听话，而是谁住在他心里。我喜欢了表哥7年啊。你喜欢他是希望他幸福，还是他娶一个他不爱的人，一辈子不痛快？我就没喜欢过。你是杨子瑶，你是你自己，不是依附谁而活的附属品。我比不上柳如烟吗？我真的比不在心里。柳如烟那孩子心善踏实坚韧，不攀附不张扬，子涵看上是那我该怎么办？你放下他，不是输了，是放过你自己。放过我自己。我不闹，我不争，我不拦着他，我祝他幸福。如烟这孩子总算苦尽甘来了，这些首饰都是当年我陪嫁的，给他正好。孙儿谨记奶奶教诲，此生唯他一人，护他安稳，与他圆满，绝不辜负。从前我命如草芥，任人搓磨，从不敢奢望挣脱卑微命运，更不敢妄想能成为他的妻子。可今日竟真的要成真样。周姑娘终于苦尽甘来了，咱们都是看着她长大的，她待人宽厚，这主母当的，咱们心服口服。说到底就是个运气倒是极好，硬生生攀上了杨家这门高枝。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杨家主母，这攀附上位的本事真是无人能及。我知道世人偏见难破，随他们去吧。吉时已到，新人入场。子涵，我来了。如烟，别怕，有我在。好啊，奶奶盼这一天盼了好久了。子涵表哥终于得偿所愿了，我该替他高兴的。
7年痴心，止于今日。往后我以表妹身份，祝你们岁岁圆满。夫妻对拜。从造房丫头到明媒正娶的妻子，好像一场梦。我怕梦醒了，自己还在造房里劈柴。别怕，祖母最是和善。老夫人，少爷和少奶奶来了。少爷少奶奶给老夫人请安。孙喜柳氏给老夫人请安。抬起头来，让祖母瞧瞧。好干净的眼睛，这是杨府内宅各处库房、对牌、粮仓、银库的钥匙。从今日起，你来当家。老夫人，这万万使不得。如烟从未管过家，府中上下100余口人，如烟一个造房出来的丫头，如何担得起？怕就对了，不怕的人才最容易出事。你能当家？我老太婆活了70年，什么人能当家，我看一眼就知道。老夫人厚爱，如烟无以为报，如烟定当竭尽全力管好这个家，绝不叫老夫人失望。感觉如何？像是被人架在火上烤，既然接了，就没有退回去的道理。周妈妈怕是不太服你。这账不对，上月厨房才买银耳2斤，库房实际领用只有12两，少了20两银耳的账。贪慕？你早就知道？知道，祖母也知道。那我来管，先查清楚再动手，不能一下子全得罪光了，也不能轻拿轻放，要抓就抓最肥的那几个。放手去做，天塌了我顶着。好。少奶奶叫老奴来，有何吩咐？银耳2斤实领12两，燕窝5两实领2两，干贝8斤实领3斤，海参12斤实领5斤。这都是管采买的王婆子经手的，许是她记错了。不能赖我啊，大头都是你拿的。赵婆子逐出杨府，王婆子、李婆子降为粗使，罚俸半年。少奶奶饶了我吧！拖下去。从今日起，所有采买、领用、报销，一律要有单据、有经手、有核对，缺一不可。往后各房月钱每人增加200文，年终中赏赐当表现发放，多劳多得。一个黄毛丫头处置了一个婆子，就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。账册被老鼠啃了，被雨水泡了，跟我有什么相干？你早就料到他会烧账册。昨夜已经全部抄录了一份，放你书房里了，只等鱼儿咬钩。今日叫大家来，不是说罚的事，是说赏的事。从今日起，杨府月钱一律增加200文，各处领班妈妈每月再加100文。200文！有赏就有罚，偷盗贪墨者逐出杨家，搬弄是非者罚俸3月。往后厨房专门给大家做饭，一荤一素一汤热乎的。生病了府里出钱请大夫。年满50当差10年以上的人，可领养老银子回乡，或留在府里由妇养。太好了！谨遵少奶奶吩咐，不叫少奶奶失望。少爷，少奶奶那边发话了，月钱涨200文，还说要给单做饭财，请大夫发养老银子。好些老妈妈当场就哭了。他还说什么了？赏罚分明，一视同仁。后顾无忧了，娶她为妻，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。我瞧中的这个孙媳妇儿错不了。辛苦了。都烧了，看你怎么查。去，给城外送封信。那位柳婆子也该病一病了。3年前的修缮工程报账300两，木料砖瓦才买不到100两，200两去哪儿了？节里缺额150两，才买多报120两，仅这些疑点就超过800两。把这些账册按年份分好，加上签字标出红圈处，不要跟任何人说，一笔一笔记清楚，一个经受人也跑不掉。一张网，慢慢收。少奶奶该用晚膳了，先放着。证据要一点一点收集。查出问题了。你自己看。800多两，这些人胆子不小。你只管查，外面的事我来应付。别把自己累坏了，慢慢来，不急。你放心，我有分寸。不管亏空牵连到谁，我都会替你铲平一切障碍。到底年轻，查了几天查不出名堂也就罢了，可不是嘛？我当是什么厉害角色，不过是个没长性的丫头。等所有人都放松警惕，一剑封喉。明日一早，所有管事妈妈各处领队全部到花厅议事，不得缺席。周妈妈，
3年前，修缮后院厢房报账300两，木料砖瓦实际不到1两，200两去了哪里？仿报损重铸12匹，折银40两，绸缎入库不足1月，如何重铸？2年前节礼多报80两，去年采买多报120两，5年亏空超过1000两。少奶奶，冤枉啊！那些账目都是按规矩记的。冤枉！你库房账册前日失火烧了大半，你当我会信？你烧得了账册，烧得了木料行、绸缎庄、香烛铺的底单吗？周妈妈的事，我自会禀明老夫人。至于其他人，若我希望你们的账目中那是干净的。少爷说了，少奶奶的话就是他的话。谁要是敢阳奉阴违，暗中使棒子，少爷亲自处置。都散了吧，3天之内来找我交代清楚的，从轻处置。动我还嫩了点儿，我手里有老夫人当年的把柄，逼急了，我让她吃不了兜着走。走着瞧，今早送来的菜蔬不新鲜了，白菜叶子都黄了，萝卜也糠了心。前几日送去裁衣的布料将洗房给洗坏了，好几匹都皱了，没法用了。少奶奶，花房里那几盆兰花不知被谁搬动过。菜蔬是谁经手的？布料是谁照看的？换一家采买，布料能补则补，兰花让花匠好生照料。不急，一笔一笔记下来。婆子，快请完！孙婆子、李婆子、王婆子，都是周妈妈的人。再等等，证据还不够。故意拖延各院炭火2次。李婆婆随会不料梁华朗与厨房串通，将老夫人小素斋喂坏马匹1次。少奶奶，这些事儿我都是无心之失。是傻还是当府里其他人都是瞎子？你们3人调去马房，若有再犯，绝不宽恕。孙婆子等人故意拖延供给，弄坏物件，作显老夫人的素衫，少奶奶已按规矩处置。传我的话，从今日起，任何人胆敢再刁难主母，绝不宽恕。少爷这是动真格的了。刘子涵给你撑腰，你放心管这个家，谁再敢闹事，老婆子我也不答应。是，孙媳记下了。在想什么？在想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可他们都这件事还没有完。周妈妈还没有处置，她手下的人也不止这3个，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。光靠震慑管不住人，得让他们心甘情愿替杨家做事。凉的怎么吃？让人重新热一碗来。你先看看这个，月前分级奖惩晋升，这都是你想的？以前在造房就想过这些。以前干好干坏一个样，谁还愿意多出力？与其防着他们偷，不如让他们觉得好好干比偷更划算。你比我想的还周全，连这些细数都想到了。我也是瞎琢磨的，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。能行，你放手去推行。有谁不服，我来替你说话。人人都有奔头，在杨府当差，只要肯出力、肯用心，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。谢谢少奶奶恩典。我就说这丫头行，她这一套规矩比我们这些老骨头想的都周到。我家内宅的事全交给内人打理，他做得很好，比历任管家都妥当。少爷说这话的时候可骄傲了，被人认可，被人托付，这是从未有过的感觉。少奶奶，听说库房的周妈妈这些天一直关在屋里，谁都不见。她屋里还经常传出说话声，可屋里明明只有她一个人。周妈妈不会就这么安静的等下去。少奶奶，外头有人求见。谁？是宝莲和春燕。让他们进来。奴婢宝莲、春燕给少奶奶请罪。少奶奶，奴婢从前有眼无珠，得罪了少奶奶，奴婢知道错了。这些日子吃不下睡不着，求少奶奶饶了奴婢。奴婢家里还有老母亲要养，若被赶出府去就活不成了。如今我是主母，再去计较那些，反倒显得小气。都别哭了，你们从前做过什么，我都记得。不过你们放心，以前那些事我不会翻旧账，也不会因此把你们赶出去。从今日起，你们安分守己当差，我不会为难你们。可若再像从前那样欺软怕软，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谢谢少奶奶恩典，奴婢一定安分守己。少奶奶，奴婢从前是真的错了，您是好人，好人有好报。你也太好人了，他们从前那样欺负您，您就这么翻旧账有什么意思？我又不跟他们过一辈子，把府里管好，把日子过好，比什么都强。哦，宝莲，可是当年在回廊上推你的那种人留着做什么？过去的事了，我不想再计较。他们如今见了我就不敢再犯了，这何辈子都敢进出杀绝。你就是心太软。不是心软，是不值得。好一个宽厚待人。少奶奶，道观来人了。什么人？
可是母亲出事了，不是坏事。清虚道观的清修师傅到访，说是你母亲带来了确切运讯。快将师傅请到偏厅奉茶，我换件衣裳，即刻过去。3年来每月探望母亲，她永远报喜不报忧，逃难来历、父亲死因，全都闭口不提。如今我已出嫁当家，莫非母亲终于愿意吐露实情？柳施主，清修师傅，家母近况如何？令堂身体好转许多，思虑多年心事，想要当面与施主细说旧事，托贫道捎信，请施主抽空前往道观相见。劳烦师傅奔波，我明日一早便动身前往道观探望母亲。何人欺辱于你？母亲派人送信来了。这是天大的好事，何故落泪？我是高兴，母亲憋了3年的心事，终于肯同我讲明。明日我陪你出城前往道观，绝不让你孤身前往。安夏，即刻备好车马，多选派精锐护卫，明日拂晓动身出城。辗转反侧，可是在思虑明日相见之事。不知道见面该从何说起。随心言谈即可，万事有我在侧，不必惶恐。一晃10年，该来的终究躲不过。不过探亲，不必这般反复收拾。我怕时隔许久，母亲觉得我变了模样。你是越变越好，岳母见了只会满心欢喜。多年前，我和母亲徒步逃难，这条路硬生生走了3日，饥寒交迫，母亲双脚磨入血泡。进去吧。娘，女儿不孝，许久没能常伴您身边。傻孩子，快快起身，地上寒凉。小婿杨子涵拜见岳母。如烟，你寻了个可靠良人。岳母放心，此生我定善待如烟。你生父本不姓柳，原名沈怀瑾，15年前被人栽赃冤杀，被扣贪墨军饷、通敌叛国的罪名。绝无可能，父亲一生清正，绝不会犯下此等重罪。道观清静自在，我早已习惯，不愿入宅院受规矩束缚，只求你平安顺遂。岳母不愿迁居，那便由我们出资打理道观日常起居。你心思宽厚，过往仇恨我早已放下，切莫为旧事以身涉险。母亲劝我放下，可生父冤屈如此在心，我只能暂时隐忍，等待时机。许是我眼花看错了。开炊置办一场世家赏花宴，你以杨家主母身份出面待客，正式亮相青宁贵妇圈。少奶奶，琐事交由下人打理即可，您连日操劳太过辛苦，首次操指全府大宴，万万不能出错。杨子涵真是好运气，娶得这般端庄聪慧的少奶奶。柳如烟，杨家如今门槛越发廉价，
竟娶烧火丫头当家主事。我的确出身贫寒，做过粗活，但受杨家收留，便尽心报恩，人品高低从不由出身问定。如烟是我明媒正娶的杨家主娘，轻视她便是轻视杨家。整场宴席圆满落幕，所有人都认可了你，我由衷为你骄傲。前赵两位布庄粮铺东家结亲联手，刻意压低售价，四处散播杨家货品掺假的谣言，抢夺客源。钱家布庄积压大批滞销绸缎，赵家粮铺囤有劣质陈粮，两家低价倾销，只为回笼资金，撑不过3个月。少爷，前赵两家资金断裂，接连关店折价甩货，咱们商铺客源全数回暖。绸缎分高中高档分铺售卖，粮铺登记老客名册，定期上例，药铺每月1诊，积攒口碑。柳如烟，你给我等着，有你好看的！自此往后，全府商铺账目、库房尽数交予打理。子涵真是捡了个招财进宝的好媳妇儿。当初旁人说我糊涂，如今全被打脸。看管柴房的婆子禀告，近期总有人偷偷给周妈妈递送密信。更换送饭仆妇，密切盯紧柴房动静，在她发难之前提前布局。少奶奶，二老爷和二太太回来了，马车已经到了大门口。二婶最重门第规矩，怕是不好相遇。就这模样，子涵也不知中了什么邪。二叔一路辛苦，老夫人一直念叨着，屋子收拾好了。二叔二婶先歇着，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。少奶奶，二太太那话您听见了吧？也太不尊重人了。听见了，那又如何？他是长辈，我是晚辈，礼数不能错。路上辛苦了吧？还好，这是子涵家的，如今府里的事儿都是他在管。这孩子能干又孝顺。娘，如烟这么年轻，万一出了差错，丢的可是杨家的脸面。放心不放心，我这老婆子几个月把府里打理得妥妥当当，比那些老管家都强。二婶一路辛苦，侄妻备了一点薄礼，不成敬意。这帕子是你绣的？侄妻手镯绣得不好，二婶不要嫌弃。放着吧，二婶好好歇息，侄妻不打扰了。二太太连个好脸色都不给。只要我不放弃，总有一天能让她刮目相看。这绣工倒真不错。太太，少奶奶瞧着倒是挺懂礼数的。懂礼数有什么用？我倒要看看她到底有几斤几两。进来。这茶水不好，去城外必夺风取泉水来。被褥太厚，夜里燥热，换成薄棉的。花园里花开的太少，搬几盆名贵牡丹到屋里来。少奶奶，二太太这是故意的，哪有？她是长辈，孝敬她是应该的。王妈妈去取泉水，烧开凉凉；李妈拿薄棉豆晒软和，多备一床毯子。牡丹把花房里的玉楼春搬2盆。二太太要的是老夫人的牡丹，您拿别的去，她肯定不高兴。老夫人的牡丹是她精心养的，不能动，这是孝道。花房的玉楼春也是名品，不算敷衍。礼数我尽到了，倒是件件都办妥了。少奶奶确实挺上心的。考验才刚刚开始，每家不重样，不落俗套。少奶奶，这笔确实能省，
少奶奶真是能干，杨家之福。太太，少奶奶每件事都办得妥妥当当。知道了。这丫头怎么一点错处都没有？二婶，子涵回来了，生意上还顺利。劳二婶挂念，二婶一切顺利。如烟年纪轻，若有什么做得不好的，二婶知贵可以指教；若有什么为难的事，瞧这话说的，你二婶是那种不讲理的人吗？二婶这几日没少折腾你吧？你都知道了。但我不想让你一个人扛着。子涵，谢谢你。你我夫妻，说什么谢？太太，少奶奶这几日办的事确实没什么可挑剔的，少爷又那样护着，要不就算了吧。再看看。二太太不会这么轻易认可我，但日久见人心，我有这个耐心，也有这个底气。少奶奶，去年1笔200两银子的账目对不上了，是老夫人房里支取捐丧火的，可只找到120两的收据，剩下80两。他自己不像账房先生的，倒像临时找人写的。是有这么回事，安嬷嬷去办的，说捐了200两，收据我也是庙里人看过。是，别急，可记得让谁去送的银子？在府里干了10几年，一向老实。知道了。去查查赵管事的底细，最近半年有没有异常开销？是。少奶奶，赵管事输了不下100两，还借了外债，那收据是伪造的，不打草惊蛇。走，去跨院找二太太。少奶奶来了，坐吧。你查得很清楚，没有惊动老夫人，也没有冤枉安嬷嬷，分寸拿捏得不错。赵管事那唐夫人之酒将赃款，老夫人那边我去解释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子涵家的，你坐下，我有几句话跟你说。我回来这几天，处处给你出难题，你知道吧？二婶是关心杨家，怕我担不起。一开始我确实瞧不上你，可这几天你件件办得妥当，从不顶撞，礼数周全。我娘家那些侄媳妇个个出身名门，可没有一个眼界窄，你别往心得上里去。多谢二婶。少奶奶，二太太又为难您了。没有，二太太认可我了。真的，太好了。少奶奶公道，老奴惭愧。少爷，府里如今是真的和睦了。飞马，我去铺子里看看。一切都好。10年前的案子不能让他查下去。今日怎么这样罚？少奶奶，您最爱的桂花糕拿走，腻得慌。少奶奶，您这个月的月食是不是没来？别声张，去请个大夫来，要悄悄的。恭喜少奶奶，这是喜脉，已有月余，胎象平稳。怎么了？今日有什么好事？子涵，你要当爹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们有孩子了。真的，谢谢你，如烟，谢谢你。阿弥陀佛，祖宗保佑！快去上等人参燕窝送去。前3个月最要紧，千万不能劳累。府里的事别什么都亲力亲为。一切都好。少爷，府城赵老板设宴，不去。知县大人请喝茶，改日。是，都回绝。你爹呀，是天底下最好的爹。你也是天底下最好的娘。该收网了。他肚子里怀的可是嫡长子，与其作对，不如老老实实待着。少爷上次放话说，谁再刁难主母，一律严惩，那可是说到做到。少奶奶辛苦了，这点小事先还上。少奶奶以前催都催不回来的银子，如今自己送上门了。银子还了待人，才能长期惯。少奶奶就是太宽厚了。内宅不能留隐患。杨爷以后多关照。少爷，少奶奶怀了身子，您不在家陪着，天天在外面折腾什么？就是因为她在家里安胎，我才要在外面把所有的隐患都清除干净。城外道观有人窥探。少爷，不去田庄，先去茂观。杨施主，柳夫人无大碍，只是几日前来了几个陌生人，说是香客，却不进观。走之前扔了这张纸条。这件事不要让我岳母和如烟知道，我自会处理。贫道明白。有人想对如烟不利，想对她母亲不利，想翻10年前的旧案，不会让这些人得逞，也不会现在告诉如烟，她还怀着孩子，不能受惊。回来了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很好，孩子很乖，没怎么闹我。如烟，我会用命来护，那些藏在暗处的人全都要救出来，一个不留。保护得了吗？少奶奶底子好，胎儿壮实，往后只需好好将养，无甚大碍。阿弥陀佛。安嬷嬷，老奴在，去我私房取那只百年老山参来，送少奶奶院中。再去吩咐厨房，每日1盅血燕，雷打不动。是，这可是我的重孙子，你得好好的，孩子也得好好。老夫人放心，孙媳一定当心。少奶奶如今是双身子，
你们伺候的时候都得打起12分的精神，但凡有半点差池，不用少爷开口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秦妈妈放心，我们一定尽心。少奶奶，您现在身子重了，这些事儿交给下面的人做就是了，何必什么都亲力亲为？交给别人我不放心。再说，整日躺着不动，对孩子也不好。该活动的时候还是要活动，只是不逞强就是了。从前搬个花盆都不在话下，如今倒好，不骄不躁这4个字，我做到了。实在对不住，我们少爷说了，少奶奶有孕在身，离不开人，改日一定登门赔罪。唉，这已经是今天第3波了。少奶奶，安夏跟我说，少爷亲口说的，生意可以再做，妻子和孩子只有一回。什么菜？少爷，是蟹黄豆腐。螃蟹性寒，孕妇不能吃，换了。是，奴婢这就换。我又不是纸糊的，没那么娇气。你不是纸糊的，可你是我的命。油嘴滑舌。不是油嘴滑舌，是真心话。15年前沈怀结案的主审官告老还乡，就住在离青营县不到100里的小镇，姓周。我不信巧合，这世上所有的巧合，都是有人刻意安排。以前那个孙婆子见了您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，如今倒好，见天往咱们院里送新鲜菜蔬，挑的都是顶好的。人都是势利的，不稀奇。那您就不生气？他们以前可没少在背后嚼舌根。生气有用吗？我若是跟他们计较，反倒显得小家子气。我是主母，要有主母的气量。他们从前不恭敬，是因为觉得我不配；如今恭敬了，是因为我证明了给他们看，这就够了。赵妈妈这几个月当差卖力，每日变着花样做安胎膳食，从不偷懒。当赏奖银2两，升厨房总领，月钱涨3成。谢少奶奶，少奶奶公道，跟着少奶奶有奔头。翠儿，少奶奶有赏，你上次洗墨字洗得干净，又勤快心细，特提你为2等丫鬟，调花厅伺候。谢少奶奶，我这辈子都没想过能进花厅当差。花园子刘管事趁少奶奶孕中精力不济，偷卖府中名贵兰花，中饱私囊，证据确凿，少奶奶有令追缴赃款，逐出杨府，永不录用。这一法比什么话都管用。现在府里上下都知道了，少奶奶怀了孩子，是宽厚了，不是糊涂了。宽严相济，恩威并施，这8个字够他们琢磨了。今日叫你们来，是有一件事要宣布。从今日起，府中上下不论是谁，一律以主夫为重。主母的话就是我的话，主母的吩咐就是我的吩咐。谁若敢对主母不敬，阳奉阴违，暗中使绊子，不管是谁，不管在府中干了多少年，一律绝不留情。杨府家规新增1条，府中上下皆以主母为尊，主母之命等同于家主之命，违者轻则杖责逐出，重则送官纠办，此规即刻生效，永不再改。都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散了。少爷这是铁了心要把少奶奶捧上去啊？什么捧上去？少奶奶本来就当得起，你没看这几个月的变化？也是，谁当家听谁的，省得乱七八糟。少奶奶，少爷把规矩都写下来贴在墙上了，从今往后府里再没人敢对您不恭敬了。少爷呢，还在前院，说是要再拟几条规定，把各房各处的权责分清楚，免得您怀着孩子还要操心琐事，让他别太累了，早点回来。你爹啊，是天底下最好的爹。
儿子不孝，这些年在外为官，不能在母亲膝前尽孝。如今调任，又要远行。起来，起来，仲和，你出息了，娘高兴。从5品到从4品，这道坎多少人一辈子迈不过去，你不到50就做到了。老太太，这是大喜事儿，您该笑才是。笑，我笑。你们这一房出息了，我做梦都要笑醒。二太太是个讲究人，送礼不能俗，不能轻，更不能敷衍。少奶奶，那送什么好？这是去年从徽州进来的上等老坑端砚，市面上有钱都买不到。配这盒徽墨。少奶奶，这礼可不轻。这批也给二太太送去，花色是她素日喜欢的。这云锦是江南新进的吧？统共才2谱，送礼就要送到人心坎上。走吧。如烟，你身子重，有什么事儿让人来说一声就是了，何必亲自跑一趟？二婶大喜，侄媳理当亲自来贺。打开那方砚，我瞧瞧。哟，这是老坑的，石质真不错。二婶好眼力，正是老坑端砚。这花色，侄媳记得二婶素日喜欢蓝草纹，这匹云锦花色雅致，给二婶做件被子正好。你有心了，这府里这么多人，就你最周到。二婶过奖了，二叔高升是杨家的荣耀，侄媳也跟着沾光。坐下说话。你一个人操持那么大的家业，我早就想跟你说，你辛苦了。二婶言重了。以前有些事儿是我想左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二婶说什么呢？都是一家人。二叔升了知府，咱们家在官场上又多了一层靠山，商场上那些想使坏的人也得掂量掂量。这是好事，可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说。你说。二叔高升是杨家的荣耀，可也是压力。官越大，盯着的人越多，咱们家的子弟若是不成器，将来会拖二叔的后腿。你说的对。我这些日子在想，府里的子弟们读书的事该好好抓一抓了。老夫人年纪大了，管不动，二婶马上要跟着二叔去任上，这件事怕是得咱们来操铲。你说的对，家业再大，子孙不成器，早晚败光。从明日起，我让人整理一份族中子弟的名单，看看哪些人读书用功，哪些人游手好闲，该讲的讲，该罚的罚，该请先生的请先生。我帮你。旧案的线索断在了这个神秘人身上。回来了。是的。我一定要在那个人动手之前查清一切。少爷，府城绸缎庄和县里粮铺都被人动了手脚。说清楚，绸缎庄库房里的几十匹上等绸缎被人泼了墨，染得乌漆草，没法卖了。粮铺那边有人半夜翻墙进去，往米缸里撒了沙子，第2天开门才发现。两处同时，不是偶然。查了吗？谁干的？现场没留下什么线索，但府城那边的人说，前几天有几个面生的年轻人在铺子附近转悠，像是踩点的。少奶奶，不好了，铺子出事了。我知道了。如烟，你身子重，别操心这些。先别急着发火，事情已经出了，当务之急是清点损失，挽回局面。府城绸缎庄那边让掌柜的先把没被泼墨的绸缎清点出来，单独存放。被泼墨的看看能不能洗掉，能洗多少算多少，洗不掉的裁成帕子荷包当赠品送出去，总比全扔了强。粮铺那边掺了沙的米面暂时别卖，先筛一遍，把沙子筛出来，筛不干净的就当次等粮低价处理，别砸了招牌。是。另外，
加派人手夜间看守，2班轮值，不能再出第2次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如烟，这些事本该我来操心。你是家主，要查幕后的人；我是主母，要管眼前的烂摊子。各司其职，不耽误。等我查出来是谁干的，先去查，我等你。少奶奶，您喝口汤歇歇吧，都看了2个时辰了。放那儿。您这怀着孩子还这么拼命。春桃，你说这件事是谁干的？肯定是那些眼红咱们家的生意对手，钱家、赵家都不是好东西。能同时在2处动手，说明他们早就踩好了点，甚至有人在内部接应。把近半年来所有族中子弟的行踪、花销、交友情况一一排查，一个都不能漏。少爷，族中子弟好几10号人，这查是。少爷，您堂弟杨子文有问题。半个月前，他在赌房一夜输了80两银子，债主追上门，他东躲闲藏。可就在绸缎庄出事后的第2天，他忽然还清了所有赌账，还请了几个狐朋狗友吃了顿大酒。他现在在哪儿？在家。带他来祠堂。子涵哥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子文堂弟，我查过了，府城绸缎庄出事前2天，你正好在府城，你住的客栈离绸缎庄只隔了2条街。大哥，我是去府城看朋友的，不是。不是，你的赌债是谁还的？80两银子，你从哪弄来的？大哥，我是被人指使的。谁？有人给了我100两银子，让我找人去铺子里捣乱。绸缎庄泼墨、良布撒沙，都是他出的主意。我只是帮着找了几个混混动手。大哥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身为杨家族人，吃杨家的，喝杨家的，却勾结外人毁杨家的产业，按族规当如何处置？大哥，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列祖列宗在上，不孝子孙杨子涵，今日按族规处置败类。杨子文勾结外人，毁坏族产，逐出族谱，永不得入杨家祠堂，拖出去。少奶奶，听说少爷处置了堂弟杨子文，杨子文被逐出族谱了。子文那孩子我以前见过，看着本本分分的，没想到。可惜什么呀？他那是活该。少奶奶您心太软。不是心软，严惩了也好，杀一儆百。往后集中子弟再想动歪心思，也得掂量掂量。损失不小，但好在处理的及时，没有影响铺子的正常经营。都处置妥了？都妥了。等孩子出生了，我要让他知道，他娘是天底下最能干的女人。少贫嘴，吃饭。杨子文被逐出族谱了，前3那条线也断了，大人吩咐的事儿，怕是办不成了。办不成就算了，告诉大人，沈家丫头肚子里的孩子快生了，等孩子落地再动手。是。风雨未歇。子涵，子文那孩子的事，我老头子听说了，他勾结外人毁族产，确实该罚。可逐出族谱是不是太重了些？是啊，罚也罚了，族谱未免太绝情。子文还没娶妻，没有子嗣，逐出族谱就等于断了他这一房的后路。他爹当年也是为族里出过力的。二叔公，诸位族老，子文勾结的是钱家，钱家是什么人？是杨家的生意对手，
是恨不得杨家倒台的仇家。子文身为杨氏子弟，吃杨家的饭，却帮仇家砸杨家的锅。今日他毁的是绸缎庄，明日若是毁了粮铺，毁了药铺，杨家在清平县还站得住脚吗？国有国法，族有族规，族规明明白白写着，勾结外人毁坏族产者，逐出族谱。我若不按族规处置，往后族中子弟有样学样，杨家还有什么规矩可言？少奶奶，您真进去？我说了，不是来吵架的，我是来给夫君帮忙的。二叔公，诸位族老，容如烟说几句，可好？子涵家的，你身子重，来这里做什么？如烟是来替子文求个情的。子文犯了大错，该罚。夫君按族规处置，没有错。可逐出族谱，确实断了子文的后路。他爹当年为族里修过祠堂，铺过路，这份功劳族里不能忘。如烟懂胆，想了个折中的法子。子文暂不逐出族谱，改为削籍留名，族谱上保留他的名字，但注明其罪过，3代之内不得参与族中事务，不得担任族中职务。若子文日后真心悔改，立下功劳，可酌情恢复；若再犯，2罪并罚，永不赦免。这个法子，子涵，你媳妇的话，你怎么看？二叔公若觉得妥当，子涵没有异议。那就依子涵家的主意办。子文虚籍留名，3代不赦族，若是再犯，2罪并罚。谢二叔公，谢诸位族老。你方才说替子文求情，是真心还是权宜之举？一半一半吧。子文确实该罚，可逐出族谱太绝了，会寒了族人的心。你立威立够了，该留余地的时候就得留。二叔公和族老们要的是面子，咱们给他们面子，他们也就会服你。你总比我多想一步。不是多想一步，是你唱白脸，我就得唱红脸。夫妻2个都唱白脸，这家就唱不下去了。子涵这孩子从前太硬了，不留余地，娶了这个媳妇儿，倒是学会了刚柔并济。杨家后继有人呐。那丫头确实不简单，出身是低了点儿，格局可不低。风波过去了，族中上下对你是心服口服。多亏了你。是你自己立的威，我只是替你圆了个场。子涵，我总觉得这件事没有完。为什么这么说？钱家能在杨家族中安插眼线，说明他们对杨家的渗透比想象中更深。而那个指使杨子文的人，真的只是钱家的管事吗？我娘心里说过，那些人势力不小，不管有什么事，我们一起扛。好。二叔公让我带话，沈家丫头的底细他不会再往下查了，大人的事儿也不掺和。二叔公倒是识相。那我回了。滚吧。春桃，少奶奶要生了！来人啊，快来人！少奶奶要生了！快扶到产房去！我去请大夫，去通知老夫人和少爷。少奶奶要生了，快请大夫！少爷，年货的单子您过目一下。今年的少爷，少奶奶要生了！少爷，您慢点！少爷，您不能进去，产房血腥不吉利。什么吉利不吉利？如烟在里面，我得陪着。少爷，您进去了，产婆反倒不好动手。您在外面等着，少奶子福大命大，一定平安。少奶奶，用力，再用力！
怎么样了？还没动静，老夫人别急，投胎都慢。少爷，您坐一会儿吧。他还在里面疼，我做什么？少奶奶，再用把力，孩子快出来了！恭喜少爷，是少奶奶生了，是个小少爷，白白胖胖的，母子平安。如烟呢？如烟怎么样？少奶奶好着呢，就是累极了，已经歇下了。少爷放心。这是我的儿子。好，是个带把儿的，杨家祖宗保佑。这孩子眉眼像少爷，嘴巴像少奶奶，长大了一定是个俊后生。少奶奶生了，是个小少爷，母子平安。我这就去给少奶奶炖鸡汤，补身子。看过了，像不像你？像谁不重要，你平安就好。辛苦你了，谢谢你，如烟。少奶奶生了小少爷，母子平安，全府上下每人赏银2两，加发1个月月钱。厨房、产房伺候少奶奶的，额外再赏1两。谢少爷恩典，谢少奶奶恩典。你什么时候会哄孩子了？刚学的，你好好歇着，别说话。如烟，谢谢你。那些人要做什么？那些人做什么？我必须抢在他们动手之前，把该说的话、该教的东西，全部交给嫣儿。清宁县李府李老爷到，贺礼玉如意1柄；府城孟府孟老爷到，贺礼赤金长命锁1对。李老爷，李老爷，相貌好的，是为你杨府。少奶奶，您不去看看？我不出去，外面风大。再说，今日的主角是夫君和孩子，我在不在都一样。可您是孩子的亲娘啊，把该做的事做好就够了。华有诗，还有神，秀业必破。府城来的几位客人路途远，提前把客房收拾出来，被褥要全新的，熏香用陈水，别用花香，有人闻不惯。少奶奶，您连这个都想到了。瞧他们玩得多开心。是啊，这府里许久没这么热闹了。好精神的小子，杨兄，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。孟老板过奖了，借您吉言。
杨家嫡长孙满月，本县特来道贺。知县大人亲临，蓬荜生辉。芝兰玉树生于庭阶，杨府日后必是人才辈出啊！正是，子涵兄年轻有为，这匾额挂的恰如其分。少奶奶，知县大人亲自来送匾了，匾上写着芝兰玉树。我想过了，有些事还是尽早做了断的好。你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这些巧推理娘真长，有道像是梯子说好，怎么这心兴国娘？宴席还顺利？顺利极了。知县送了匾，孟老板夸孩子精神，李夫人夸你。我不过是动动嘴皮子，都是下面的人在跑腿。有你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告诉大人，沈家的丫头出了月子，可以动手了。月儿明，风儿轻，树叶儿遮窗棂。有了你，娘这辈子什么都不怕。子涵家的真是个难得的，我活了半辈子，见过那么多当家主母，论周到，论细心，论分寸，她排第二，没人敢排第一。满月酒那日我去了，那宴席安排的真是妥帖。是啊，我带着小孙女去，杨少奶奶连拨浪鼓和糖人都备好了，孩子不哭不闹，我省了多少心。你们家安秀呢？那孩子我看着就喜欢，不张扬不炫耀，该做的事一件不落，不该说的话一句不多。年纪轻轻就有这份沉稳，将来还得了？少奶奶，您不知道，李夫人当着10几位夫人的面说您是清明县最好的主母，王老夫人也说您沉稳难得，还说您排第二，没人敢排第一。李夫人那是客气话，当不得真。怎么是客气话？好几家夫人都这么说，少奶奶您就不能高兴高兴吗？别人夸你，你听听就好，别往心里去。夸你的人多了容易飘，骂你的人多了容易垮。守住本心，比什么夸奖都强。少爷，外头都在夸少奶奶呢。李夫人说她是青云县最好的主母，王老夫人说她沉稳难得。您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那您不表示表示？你去办一件事，给李夫人、王老夫人，还有那日来了的几位主要宾客，各送一份谢礼，不用贵重，但要用心。什么礼？李夫人兰花送一盆花房新培的玉堂春。王夫人老信佛送一份手抄心经。少爷，少奶奶还在带孩子，哪有空抄经？那就让账房先生找个好的拓本送去，以少奶人的名义，要礼轻，情义要重。以妻为荣，我不是说说而已。少奶奶，你不知道，城东周家的少奶奶在背后说你不过是命好，嫁了个好夫君。你说她不是酸？她说的也没错，我确实是命好，嫁了个好夫君。可你自己有本事啊，就算不嫁少爷，你也能……没有平衡。我嫁了子涵，就是我的命。别人说什么，随他们去。你把心思放在正事上，别去打听这些闲话。今天怎么这么早？如烟，明日府城有个商会的聚会，各家掌柜都带家眷，我想带你一起去。我孩子还没断奶，孩子有奶娘看着，就1天。我想让府城那些人也看看，我杨子涵的妻子才是最好的。好，我去，但有一条，你别为了我在外面跟人起冲突。别人说什么，我不在意。你在意不在意是你的事，我护不护你是我的事。沈家丫头要出门了，这是最好的机会。大人的意思是，
在他回来的路上动手，记住，不要伤到孩子。是。把箱子底下的旧衣物翻出来晒晒。嫁入杨家快1年了，那些从灶房带来的旧衣裳一直压在箱底，再不放出来要发霉了。少奶奶，这衣裳都打补丁了，还留着呢。春桃，你猜这件衣裳我穿了多少年？少说也得2、3年吧。3年，从14岁穿到嫁人，冬天套棉袄，夏天单穿，袖口磨破了就补，补了又磨破。赵婆子说我穿得像个叫花子，可我没钱做新的，只能将就。这是我在灶房烧火时，火星子溅到鞋面上烧的。那天我的脚背被烫了一个泡，疼得直掉眼泪，却不敢吭声，怕赵婆子骂我娇气。少奶奶，你以前怎么这么苦啊？这是我绣的第1方帕子，月姐姐说我手稳心细，是个学绣花的好料子。可那时候哪有钱买丝线，这些都是月姐姐从绣房的废料堆里捡来的，洗干净了给我用。那些日子让我学会了怎么活，烧火教会我忍耐，绣花教会我细心，挨饿教会我珍惜。没有那些苦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那时候疼不疼？早就不疼了。如烟，从前的苦都过去了，往后这一辈子，我不会再让你受半分苦。我知道。子涵，我想把这箱子旧物留下来，不是为了忆苦，是为了记住我是怎么走到今天的。留，我让人打个新箱子，把这些东西好好收着，等咱们儿子长大了给他看，让他知道他娘是什么样的人。他才几个月大，你就想着给他看了？这是清修师傅让人连夜送来的，他说那些人终于要动手了。从即日起，少奶奶出行，暗中必须有人跟着，岳母那边也要加派人手保护。是。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他，一个都不会放过。你爹说要把娘的旧衣裳留给你看，到时候你可别嫌娘寒酸。少爷，顾御史3日后到清宁，要在县里停留午夜。知县大人传话说杨家是清宁望族，届时少不得要出面应酬。巡查御史，说好听是巡查，说难听就是来找茬的。地方上若有豪强劣绅，被御史参上一本，轻则罢官，重则掉脑袋。杨家虽行得正坐得直，却也不能掉以轻心。如烟，有件事要告诉你。增派了巡查御史，3日后到清宁。这位顾御史是什么来历？喜好什么？忌讳什么？家里几口人？有没有带家眷？这些还没来得及打听。知己知彼，才能应对周全。明日我让人去县衙打听打听，把顾御史的底细摸清楚了，再定怎么招待。
少奶奶，打听到了，顾廷章42岁，进士出身，为官清廉，最恨铺张浪费。家中有一老母，年近70，信佛吃素，妻子早逝，膝下只有一子，年方15，正在读书。此番巡查，他没有带家眷，只带了一个老仆和2个随从。他不喜铺张，咱们就不能大操大慢。宴席要精致，但不能奢华，菜式以清淡为主，多备素菜，少上大鱼大肉。他母亲信佛，他多半也受其影响，不惜杀生。他带了老仆和随从，咱们要安排妥当的住处，但不能过于殷勤，免得让人觉得咱们在巴结。他儿子在读书，咱们备几方好墨，几刀宣纸作为礼物，不贵重，但显心意。如烟啊，你是当家主母，御史大人来了，虽然不用你出面招待，但里里外外不能出半点差错。如烟明白。顾御史这次来不是赴宴，是随便坐坐，这意味着他不是来应酬的，是来考察的。宴席上的周到可以提前准备，可随便坐坐时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东西，才是真正的家风。今日御史大人来访，都给我打起精神，不得喧哗，不得交头接耳。这里再扫一遍。各房各处务必整洁，连花园里掉落的一片叶子都不能有。备几样清淡的点心，不油腻，不甜腻，配龙井正好。草民恭迎御史大人，不必多礼，本官今日只是随便坐坐。杨公子，本官问什么，你便答什么，不必拘束。大人请问，杨家祖上做什么营生？何时定居青宁？杨家祖上耕读传家，曾祖开始经商，至草民祖父辈定居青宁，已有3代。赈灾捐粮、义诊施药、修桥铺路，这些事儿，本官在青宁走访时多有耳闻。草民只是尽本分。本官这几日在青宁走访，听闻杨家主母出身不高，却将府中上下治理得井井有条。杨家生意能做起来，他功不可没。那人确实帮了草民许多，草州主外，他主内，夫妻同心，方有今日。这是谁写的？那人所书。好字，笔力不俗，可见功底。杨公子虽是商人，见识却不输朝堂上的官员，地方利弊你看得通透。那你觉得青宁眼下最大的隐忧是什么？不敢说隐忧，只是草民以为青宁地少人多，百姓若只靠种田，终非长久之计。若能兴些手工，多开商路，让百姓多条活路，或可长久。杨公子，本官问你，青宁这几年收成如何？百姓可有积免之忧？回大人，青宁地处平原，水利尚可，近3年风调雨顺，收成尚算稳定。只是去年秋雨偏多，城东一带低洼地有些欠收，幸得县衙及时赈济，不成大患。杨家生意做得大，听闻在府城也有产业，确有几分薄产，经营些布匹粮食，不敢说大，勉强糊口罢了。杨家的名声，本官在京城也有所耳闻，赈灾捐粮、义诊施药都是善举。草民只是略尽绵薄之力，不敢当御史大人谬赞。顾先生的随行人员也要招待好。请。薄礼一份，不成敬意。这经书是谁抄的？是那人手抄的。听闻御史大人母亲信佛，便抄了一部，聊表敬意。杨大人好福气。杨家的门风，本官看在眼里，清正、厚道、知恩、重义，这样的门风比万贯家财更难得。欲御史大人谬赞，草民愧不敢当。顾御史的话分量极重，这一句门风清正传出去，杨家在整个青宁县的地位都会再上一个台阶。少奶奶，您安排的宴席，御史大人都夸了。少爷回来说，顾御史走的时候脸色很好，没有挑出任何毛病。没挑出毛病就好，这种人物得罪不起，巴结不得，不卑不亢，以礼相待，
就是最好的应对。今日辛苦你了。我没出面，就是动动嘴皮子，你在前面应对，那才叫辛苦。顾御史说了一句话，杨大人好福气，他说的是你。顾御史是客气话，当不得真。咱们该怎么做还怎么做，别因为人家夸了几句就飘了。顾御史的事暂告一段落，可我总觉得这位御史大人的到来，或许不只是巡查那么简单。他问起杨家赈灾捐粮的事，问起生意的规模，甚至问起了我的出身。这些问题看似随意，却像是有备而来。清明杨氏家业兴盛，子弟恭谨。其家主母柳氏虽出身寒微，然持家有道，知恩重义，有大家风范。臣观其言行，非寻常女子。令臣在清明前查访期间，听闻10年前沈怀瑾案似有冤情，尚待查证。我对此一无所知。我越来越觉得，我娶的不是一个女人，是一座山。风来了它挡着，雨来了它撑着，天塌了它扛着。无论外面是夸是骂是捧是踩，它永远那副不咸不淡的样子，稳稳当当的，让人心里踏实。听说了吗？御史大人亲口夸杨家门风清正。杨家那位少奶奶，原先还有人拿她的出身说事儿，如今御史大人都夸了，谁还敢说三道四？杨家这地位，怕是又要涨了。都多大了，还玩这个？在我眼里，你永远跟初见时一样。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着，平淡却踏实。可我心里清楚，这些荣耀是虚的，真正支撑杨家的，没有他，就没有今天的杨家。10年前的事，你们把知道的再说一遍。臣越来越确定，沈怀瑾案是一桩冤案，而揭开这桩冤案的钥匙，很可能就在清宁县杨府，在那个从灶房一路走来的年轻主母身上。不能打草惊蛇，要等证据足够确凿，等时机足够成熟，然后一击即中。乖，等你长大了，娘给你种一院子海棠。我不知道这平静的日子还能持续多久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当初定的严，是因为有人不听话，如今大家都听话了，就该宽厚些。治家如治国，刚不可久，柔不可守，刚柔并济才是长久之道。少奶奶说的真好。如烟这孩子比我强，我当年管家管得太严，下人们怕我不敢亲近。他倒好，把家管得铁桶似的，下人们还个个念他的好，这才是真本事。少奶奶确实难得。如烟，我有时候觉得，这辈子最大的运气，不是做生意赚了多少米，不是杨家有了多大的名声，而是在那个雪天遇见了你。你都多大的人了，还说这种话？真心话。周明远贪赃枉法，我手中也有铁证，说我遭遇无色，此证藏。再等等，等如烟再稳当些，再交给他。到底去哪儿？到了便知。还记得这里吗？记得，多年前的春天，我跪在这里哭了一整夜。母亲病在破腰里，我没有米请大夫，哭到天亮。我对自己说，去杨府门口跪着，求他们赏一口吃的，哪怕把我
也要救母亲的命。那天我从城外回来，路过杨府大门，看见一个瘦瘦小小的姑娘跪在石狮子旁边，额头磕在地上，一动不动。我以为是个乞丐，走近了才发现，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衣裳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比那些世家小姐还端正。那天你也在。我进了门，回头又看了一眼，你刚好抬起头，脸上全是泪，眼睛却很亮。那一瞬间，我心里动了一下。我当时不知道那叫什么，后来才明白，那叫心疼。不是你自己救了自己，跪在那里的人很多，可被老夫人看中的只有你。子涵，我有时候觉得这一切像一场梦，我怕哪天醒了，发现自己还躺在灶房的柴堆上，天亮要去劈柴烧火。不是梦，你摸摸我的手，热的；你摸摸自己的脸，也是热的。梦没有这么真。像不像乡下娶媳妇儿？像，你就是我明媒正娶的媳妇儿。今天选这个日子、这个地方，不只是为了重温初见。也许这样的平静日子不多了。如烟，这辈子我会一直宠着你。少爷，府城来的消息，周明远昨夜突然失踪了，宅子里翻得乱七八糟，像是有人抢在他前面动了手。继续查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那些人比他想象的更快，更狠，他必须比他们更快。老夫人，少奶奶和小少爷应该快到了。这软垫再往这边挪挪，别硌着孩子。给老夫人请安。来，给太奶抱抱。乖孙儿，乖孙儿，呦呦呦。这孩子跟他爹小时候一个样。子涵小时候也爱抓我的佛珠，抓过去就往嘴里塞。母亲独自一人在道观里，不知有没有人陪着说说话。等忙过这阵子，一定再去看他。如烟，你去花厅理事吧，让孩子在这儿多玩会儿。是，如烟去就会。安嬷嬷，我来吧。少奶奶，让老夫人多抱会儿吧，她高兴。儿子，擦擦。这小子跟他爹一样豪爽。豪爽什么呀？就是个小赖皮。我去看看。怎么了？少爷，派去查周明远的人回来了。周明远没找到，但在他的庄子里发现了一样东西。沈兄，弟已查明，周明远3千两伪造证词陷害于你。弟手中有账册一本，记录周明远历年贪墨详情。若弟遭遇不测，账册藏于……继续找，挖地3尺也要找出来。是。安夏找你什么事？没什么，铺子里的小事。他最近似乎有心事，总是笑着，可那笑容底下好像藏着什么。他不想说，我就不问，等他想说了，自然会告诉我。
家属设在杨府东跨院，每月初1、15开课，聘请2名先生，一文一武。文先生教四书五经、诗词文章，武先生教骑射、拳脚、兵法。族中所有年满8岁、未满18岁的子弟，一律入塾读书。你昨夜一夜没睡，就写了这个？睡了一会儿，你先看看有没有要改的。不用改，比我周全多了。我只是想的比我赚钱养家，你却想到了10年之后、100年之后。子涵，家业再大，子孙不成器，早晚败光。杨家的根基不在银子，在子弟。子弟读书明理，品行端正，杨家才能长久兴旺。你说的对，这件事我全力支持。银子的事你不用担心，要多少你说。头1年大概需要200两，后面每年100两左右。咱们家出大头，旁派出小头，这样大家都有参与感。就按你说的办。学堂要明亮，太暗了伤眼睛。窗纱用淡青色，不晃眼。墙上挂勤学2字，每天进来看见，心里就有个数。是，少奶奶。以后孩子们每天在这里读书学知识，真好。希望杨家的孩子们都有出息。程思长大了，也送去家塾读书。那是自然。他要是敢逃学，我亲自打他手心。你舍不得？舍不得也要舍，惯子如杀子。沈怀瑾的女儿在查旧案，告诉你们家大人，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。如烟，你看这笔买卖如何？府城苏家想与咱们合伙，开一家最大的综合商行。怎么了？你看这里，再看这里，铺面是租的，地契不在他手上，凭什么作价3000两？人脉资源折银1000两，人脉这东西怎么折价？还有这条，货源质量标准，模棱两可。明日我去找他，把这契约摔在他脸上。别急，他既然设了圈套，说明他有所图。你贸然翻脸，反倒打草惊蛇，不如将计就计。将计就计，契约不签也别拒绝。你跟他说，跟他谁的底再斟酌几天，同时去查苏文家、赵家有没有往来。如烟，若不是你，夫妻之间不说这个，以后再有这种事，你带回来我看看，别自己急着做决定。花树，少奶奶，府城那边传来消息，苏家茶庄关门大吉了，苏文远灰溜溜的走了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他人在家中坐，却对府城铺子的事了如指掌，连一匹米的口感都能从账簿中看出来。如果没有他，我现在会是什么样？少爷，您怎么了？赚了这么多，不该高兴吗？我在想，如果没有如烟，我现在会是什么样？站那儿做什么？进来吃饭了。这1年，他替我挡住了多少明枪暗箭，替我填补了多少漏洞失漏。他从不抱怨，从不邀功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谢他，我只知道这辈子我要把所有的好都给他。一家人，一桌饭，一盏灯，这就是我这辈子最想要的东西。沈怀瑾是被冤枉的，周明远收了3家商户的米，伪造了数据，真正的东西藏在……杀！有人一直在盯着这一切，每当我接近真相，就会有人抢先一步灭口。我必须比他们更快。少爷，
江南发大水了，青宁县来了好几百灾民，都挤在城门口。几百灾民，这才刚开始。官府那边如何？知县大人设了粥棚，可根本不够分。如烟，江南灾民涌进青宁，咱们家该出力。是该出力，捐多少我帮你拿主意。府中存粮，银库余银，铺子流水，必要开支。粮200担，银500两，再多会影响自家周转。就按你说的办。不只是送县衙，咱们自家设粥棚，亲自施粥。你想得周到。粥要熬得稠，不能糊弄人。再搭棚子，让老弱妇孺遮风挡雨。药铺也义诊，免费发药材。你比我想的还详细。我在灶房待过，知道饿肚子的滋味。一碗稠粥对咱们不算什么，对灾民就是一条命。少爷，您怎么能干这个？让下人来。我也是人，灾民也是人，我舀一勺粥，他们心里暖一分。少奶奶，粥棚米快用完了，明天送50担，分2批，让赵妈妈亲自押车。要不说义诊大夫不够，再派2个轮流换班。还没吃，忙忘了。粥途如何？今天施了500多碗粥，好几个老人家当场哭了，说杨家是大善人。你太累了，这些事交给下面的人做。交给别人我不放心，有一处疏忽就可能死人。上面亲笔批示，赐杨家积善之家匾额。杨子涵急公好义，柳氏巾帼不让须眉。我在杨家60多年，头一回见到这场面。如烟，旨意里特意提了你，调度有方，巾帼不让须眉。那是客气罢了，我不过动动嘴皮子。你就不能高兴高兴？高兴在心里，不在脸上。心里高兴，做事才有劲儿。杨家是大善人，咱们老百姓有福了。杨少奶奶也是大善人，粥棚药铺都是她在操持。少奶奶饶命！我不小心打碎了老夫人的青瓷茶盏。按规矩该罚3个月月钱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这次算了吧，罚免了，教不能免。你去老夫人院里伺候3个月，将功折罪，伺候的好，回茶房月前照旧。谢少奶奶恩典。少奶奶您太心软了，这样她能长记性。这应该比惩罚让她记得更牢。恩威并施，以德服人，比我那套高明。你是家主要立规矩，该严必须严；我是主母要收人心，能宽就宽一些。咱们一个白脸一个红脸，府里才能稳。咱们俩合在一起，才是完整的当家。爹爹，厚德载物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一个人德行够厚，才能担得起大的福分。别怕，我在。如烟无女，见字如面。娘瞒了你10年，是时候告诉你真相了。每一条每一笔，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数额，这是周明远贪墨的铁证。一个女人，丈夫之后带着证据隐姓埋名守了整整10年。备马去青宁县。大人，天都快黑了，一刻都不能等了。
如烟，城北柳树沟有300亩田庄要出手，方家开价1200两，地靠小河，灌溉方便。我看过了，是好地。账面上不对，我亲自去一趟柳树沟，光看账目没用，得实地走走，跟佃户聊聊。还是我去吧，孩子还小。我和春桃去，你在家看孩子。行，听你的。少奶奶，我在这庄子干了20多年。李庄头，去年的收成为什么只有600担？少奶奶，地是好地，没遭灾，可东家定的租子太高，7成归他，3成归佃户，佃户吃不饱，谁还肯卖力？去年跑了好几户人家。7成，上面规定上限是5成，谁也不敢得罪东家啊。把大家都叫到打谷场来。诸位乡亲，杨家买了这田庄，从今日起，你们是杨家的佃户。杨家不干苛待百姓的事。新租约3条：第一，田租定为4成，遭了灾最低可减到2成；第二，春耕时杨家预借种子和口粮收利息；第三，佃户家的孩子可到杨家家塾读书，不收学费，笔墨纸砚杨家出一半。少奶奶，您真是大好人。少奶奶，4成的租子是不是太低了？别人家都5成。7成时佃户吃不饱，收成600担；4成时佃户吃饱了肯卖力，收成能到750担，少了半成租子，多了150担收成，哪个划算？所以您其实是赚了，不是赚，是公平，将心比心。怎么样？租约4成，修仓库，添耕牛，佃户们很感激。如烟，这田庄以后你全权打理，我不插手。你比我想的周全。今年收成少说也有800担，比方家的时候多了整整200担。少奶奶的法子真灵验，这叫双赢。少奶奶，今年丰收了，总产830担，比去年多了230担。大家托我给您送1车新米。李庄头辛苦了，米留下，替我谢谢大家。回头你带些布料和糖块回去，分给佃户家的女人和孩子。少奶奶真是活菩萨呀！今年田庄净收益较去年增长4成有余。你对佃户比对府里的人都上心。佃户是给杨家种地的人，他们过得好，地就种得好，唇齿相依，不是施舍。家业稳固，你功不可没。我只是帮你看账，管点琐事，你在外面奔波更辛苦。沈夫人，顾御史说3日后来取人证物证。知道了。怀瑾，你在天有灵，保佑如烟平安。少爷，二老爷有难了，粮仓漏雨，5000担粮食发霉，月底就要交割，若不能按时足额，轻则重则。缺多少？5000担。5000担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去歇息。 5000担缺口很大，咱们库中存粮只有2300担。不过我有个法子，自家出2000担，找粮商借1000担，3个月还清。柳树沟田庄调500担，再联络其他几家士族凑1500担，几家一起出力，压力分散，人情也分散。陆烟，你想的比我周全，我方才只想着自家凑。二叔任上急需一批粮食周转。 杨家牵头，各家量力而行，事后按市价结清。我出500担，我也出500担，我出300担。少爷，
二老爷说救命之恩，没齿难忘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路上小心。如烟，我怀疑粮仓漏雨不是意外，去年刚修缮过，偏偏在这个时候漏，偏偏在交割前1个月漏，有人想害二叔。若真是陷害，咱们凑粮只是解了燃眉之急，背后的黑手若不揪出来，以后还有麻烦。我已经派人去查了。小心些。外汇。做梦了？梦见爹了。别怕，爹在天上看着你。少奶奶，二太太来信了，还有厚礼。如烟，此番若不是你倾力相助，你二叔恐怕要进去了。你有本事，有担当，子涵娶了你，是杨家的福气。二太太以前还瞧不上您呢，如今恨不得把您当亲女儿。以前的事儿不提了，二婶是长辈，我孝敬她是应该的。这是咱们杨家的财富，比银子还值钱。少奶奶说的对，二婶的指点，如烟都记下了。白夫人喜欢兰花图，送了一幅，她回赠一觞端砚。张老夫人收到心经后，夸字写得好，心也诚，这些都是二婶的功劳。少奶奶今年一定好运。四儿，等你长大了，也要像你二奶奶一样，记着别人的好，念着别人的恩。四儿，你娘是杨家的宝。油嘴滑舌。如烟，娘该来了，是时候让你知道了。你不是说要学吗？这些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了。这我看不懂。你看这个，折损耗的算法其实不难。比如咱们运一批货，路上总有损耗，这个损耗摊到成本里就叫折损。慢点，我没记下来。你还真记啊？好记性不如烂指头。你说一遍我记一遍，回去再翻翻，才能变成自己的。注意休息，别累着。进价2两，卖价3两。我一直以为利润是1两，可加上运费、仓储、人工折耗，实际成本2两4钱，利润只过6钱。怪不得有些账目看起来赚了，年底一算却没剩下多少。杨家长在休息。少奶奶，我看见数字就头疼。我以前也头疼，多看看就不疼了。算出来了吗？你走路怎么没声音的？如烟，你学了不到2个月，已经比家里账房先生算的还细了。还差得远，账房先生会的东西，我还没学完呢。不急，慢慢来。你有这个心，迟早能学会。天底下没有学不会的东西，只有不肯下功夫的人。爹，女儿没有辜负您的教诲。想得会了。江北的客商很有实力，谈成了，咱们家的绸缎生意能上一个台阶。你在家里陪我，生意跑了，以后拿什么养孩子？如烟，我走了，
府里的事儿、田庄的事儿、铺子的事儿，全压在你一个人身上，你忙得过来吗？你不在家的时候，这些事儿哪样不是我管？你去了府城，不也是我一个人在家？这回不过是远了些，时日长了些，有什么区别？那我去，你在家好好的，别太累。有什么事儿，等我回来处理。你放心去吧，家里有我。你别动，我放的东西我自己知道在哪儿。舒言，我走了，你夜里别熬夜看账，早点歇息。知道了，啰嗦。一路平安，早去早回。如烟，等我回来。子涵不在的日子，我会更加忙碌。少奶奶，少爷不在家，你也别太拼了。有些事放一放，等少爷回来再说。放一放就积下了，积下容易，清理起来难。已到江北，一切安好。路上遇到几个同行的商人，聊得很投机。勿念，照顾好自己和四儿。思儿，你爹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也在看这个月亮。如烟，娘来了，10年的秘密，娘全都告诉你。少爷在江北遇劫匪，护卫奋力抵抗，已无碍。少爷轻伤，无大碍，请少奶奶放心。春桃，少奶奶，少爷无碍。混战中，少爷为护着随身的货样和契约，被一个劫匪划伤了手臂。少爷的伤只是皮肉之伤，上了药已无大碍。劫匪抓到了吗？跑进山里了，没抓到。不过少爷说，那些人不像普通的劫匪。什么意思？少爷说，那伙人只抢货样和契约，不抢银两。少爷怀疑是有人故意安排的。少爷现在在哪儿？已经到了江北，跟客商谈好了生意。少爷说，事情办完就回来，让少奶奶别担心。带安夏下去休息，让厨房给他做顿热饭。嫁给子涵这1年多来，他对我的好，每一件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新婚之夜，他说我会对你好。我第一次管家时，他在身后默默支持；我怀孕时，他推掉所有应酬，寸步不离；我生产时，他在产房外站了一整夜。子涵，你千万要平安回来。少爷，少奶奶那边，小的已经告诉了。我说了不许告诉他。小的知罪，可小的觉得这么大的事，少奶奶应该知道。她不是那种经不起事儿的女人。他怎么说？少奶奶说让少爷好好养伤，不必急着赶路。家里的事有他，让少爷放心。明日一早启程，加快速度，争取早几天到家。可少爷的伤，皮外伤，不碍事。他在家里等着，我不能让他等太久。
少奶奶，少爷回来了，马车已经到城门口了。少奶奶，你慢点儿，别摔了。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快进屋，我给你炖了汤。好喝。路上遇劫匪了。遇上了，几个毛贼被护卫打跑了。我这伤就是蹭破点皮，不碍事。以后出远门多带些护卫。听你的。云锦是给你做新衣裳的，白玉头面是你上次说好看没舍得买的，胭脂水粉是那家客上老板娘推荐的，说用了不伤皮肤。你买这些做什么？乱花钱。四儿呢？醒了没有？如烟，我不在的这些日子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你在外面拼命，我在家里安稳坐着，有什么辛苦的？以后出门，我尽量快去快回，不让你等太久。如烟，娘就在门外，再等一等，等一个合适的时机，娘就进去见你。之前田庄那边冬小麦已经全部播种完毕，共计200亩。李庄头说金秋雨水足，烧青好，明夏收成应该不错。佃户们的冬衣和炭火已经发放到位，每户1套棉衣100斤炭，老规矩。家属那边上月小考前3名都是旁支的孩子，我已经按规矩讲了笔墨和银两，后3名的家长也被叫来训了话。先生说有几个孩子天资不错，就是贪玩，建议明年开春加一次勤学奖，专奖进步大的。府城绸缎庄上个月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2成，粮铺增长1成半，账目我已经核对过，没有问题。掌柜的说年底想办一次老主顾答谢宴，我批了，预算控制在20两以内。药铺义诊这个月看了237个病人，免费发放药材折银40余两，其中有一户人家特别困难，父亲瘫痪，母亲瞎眼，孩子才8岁。我看不过去，让药铺多给了2个月的药材，没记账，从我月钱里扣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让你歇着吗？歇够了，你继续，我听着。你不在的这个月，府里的大事小情都记在这里了，你有空看看，有没有什么不妥的？如烟，这些事你处理的都很好，没有不妥。以后内宅的事儿不用再跟我汇报了，你全权做主，我相信你。全权做主？你不看了？不看了，你在家我放心，内务交给你比交给我自己还放心。我以后只管外面的事儿，家里的事儿你说了算。好。你觉得妥当就去做。他信任我，我就不能让他失望。江北那位客商对咱们的绸缎非常满意，又下了一笔大订单，还介绍了2家新客商，咱们家的绸缎生意要再上一个台阶了。那挺好的，你又要忙了。如烟，等儿子大一点，
我带你们娘俩去江北看看。好啊，我还没出过这么远的门呢。你还把我写进去了？大事都要记，将来孩子长大了，翻翻这本册，就知道他爹娘当年是怎么把这个家撑起来的。少奶奶，您这也太细了，连老夫人屋里的窗花要捡福禄寿3星都写上了。过年就是过个细致，一处疏忽，全家不痛快。赵妈妈，今年的猪肉订的是城东张屠户家的，他家猪是吃粮食长大的，肉香，你盯着点，别让人换了次货。清月，老夫人的新衣裳用那匹姜紫色的云锦，领口绣5幅捧寿，袖口要宽些，老夫人怕勒。王妈妈，祭祖的香烛要买最好的，不能省钱，祖宗们1年就吃这一顿，不能糊弄。少奶奶，您怎么什么都记得，连张屠户家的猪吃什么都管？吃粮食的猪肉香，吃泔水的猪肉有腥味儿。老夫人嘴刁，吃出来不好，年都过不踏实。花厅的窗棂缝隙里有灰，重新擦。老夫人院里的地毯拿出去拍打拍打，里面有虫蛀了，换一块。厨房的油烟太重，让赵妈妈带人把灶台彻底刷一遍，墙上的油污也用碱水洗了。如烟，快下来，不用你擦。门楣上的灰不擦干净，过年贴春联贴不牢，我就擦这一块，没事儿。比我你的周到。我往年都是让账房先生随便列列，不少人背后说杨家礼数不周。今年有你，应该没人挑理了。挑理的人总会挑，咱们做到问心无趣就行。今年利润比去年翻了一番，我准备拿出一部分分红，给各房各处的工人们发赏钱。你帮我拟个单子，看每人发多少合适。干满3年的每人2两，满2年的1两，其他每人500文。另外，厨房、针线房、老夫人院里等辛苦的岗位，额外加赏200文。就按你说的办。去年这个时候，她还只是灶房的一个烧火丫头，穿着打补丁的衣裳，在冰水里起菜。今年，她已经是杨家的当家主母，将上百口人的年节安排得妥妥当当。辛苦了。不辛苦，过年嘛，忙点好。少奶奶，后门外有人找您。谁？一个老妇人，说她是您母亲。人在哪儿？在后门外，老夫人一个人，没带随从，门房不敢让她进来，让我来问少奶奶的意思。如烟，娘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不让人告诉我？你一个人怎么来的？你的身子好了没有？如烟，娘想你了，娘来看看你。去准备一间暖和的屋子，被褥用新的，炭盆烧旺些，再让厨房煮一碗热姜汤送来。如烟，先把岳母扶进去，有话进屋说。
你怎么瘦成这样了？是不是吃不好？我每月送去的米不够用吗？如烟，娘没事儿，娘就是想你了，想得睡不着，吃不下，就来了。如烟，你变了。哪儿变了？长大了，懂事儿了，像个当家主母的样子了。你在杨府的日子过得好不好？好，老夫人对我也好。娘，您别担心我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老夫人说了，亲家母来了就是客，除夕家宴务必请亲家母出席。我一个乡下老婆子，怎么好意思？娘，老夫人是好人，您不去，她反倒不高兴。您就陪女儿吃顿年夜饭，好不好？亲家母，你养了个好女儿，如烟在杨家比我的亲孙女还亲。老夫人过奖了，如烟这孩子命苦，从小跟着我吃苦受累。多亏老夫人收留，多亏杨少爷抬爱。不说这些，如烟，你过得好，娘就放心了。老夫人，我娘不会喝酒。不会喝就少喝点儿。亲家母，你随意。如烟，你回去吧，子涵还在等你。我再陪您一会儿。如烟，娘明日有话跟你说，很重要的话。好，明日再说。今夜您好好歇息。岳母歇了。子涵，谢谢你，谢什么？谢谢你没有嫌弃我娘，谢谢你让她来吃年夜饭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对我和四儿这么好。如烟，你娘就是我的娘，咱们是一家人。少奶奶，您今日真好看。继子要的是恭敬，不是好看。快帮我看看衣裳有没有不妥帖的地方。妥了。杨门柳氏，敬告先祖：如烟出身微寒，蒙杨家大恩，得以侍奉夫君，养育子子。如烟定当竭尽全力，操持家务，善待族人，教养孩儿，不负先祖厚德，不负夫君托付。辛苦了。这是大事，应该的。如烟回来了。娘，您昨夜睡得好吗？如烟，娘有话跟你说，很重要的话。娘，您说。少奶奶，少爷请您去前院一趟，说是府城来了急信。去吧，晚些再说，不急。
怀瑾，我差一点就说出去了，差一点。沈家丫头的母亲已入杨府，她手中有沈怀瑾的遗书，必须在她说出真相之前将东西拿走。若拿不走，就让她永远开不了口。是什么呢？这个年，怕是过不安稳了。如烟，我走了。路上小心，你今日要去好几家铺子。春桃，去告诉赵妈妈，今日开年饭的菜单按我拟的来，鸡要整只的，鱼要2条，青菜要选最新鲜的。老夫人牙口不好，蒸蛋羹要嫩一些。我娘那边单独做一碗软浪的红烧肉，她爱吃这个。种子再检查一遍，发霉的要换掉。耕牛加味精料，春耕耕时别掉链子。少奶奶，绸缎庄开市大吉，开门不到1个时辰就卖出了10几匹绸缎。粮铺那边也是，买米买面的人排了长队。掌柜的说，今年生意肯定比去年还好。赏他1把铜钱，再去库房取几匹红布，送到各家铺子去，添个喜气。